公司这2天业务忙，老板都说了让我们一起加班，结果一到下班点，他们不是这家口就是那家口，拎着包就走了，把我自己扔下了。那我们确实有事啊。再说平时他和公司又偷懒又摸鱼的，这回他就多干点呗，就当锻炼了。同事们确实有事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我怎么理解？我干完活第一时间给他们打电话报喜讯，结果他们来了一句糊了。我说什么糊了？他说牌糊了。我加班加的键盘都快敲冒烟了，结果他打麻将了，那压力都给我了，真让人头大。那平时我们有活的时候也没见他帮我们呢，那我们压力大出来打个麻将放松，不也合情合理吗？那这也不是他们背着我打麻将的理由啊，像他们一样一点不负责任。那他们都走了，你也走呗。那他们怕我跑，走的时候把门锁上了。他加了1宿班确实挺累，那第2天我们不也帮他请假了吗？让他休息休息。那请假的钱都我们都出了，他还想咋的？快点的！同事们也是为你着想的。那我用他们为我着想了。那同事们给我请完假，让我回家补个觉。我前脚刚走，后脚他们就拿我方案给老板了。老板还以为是他们做的，我的功劳提都没提。老板还批评我了，说同事们都在努力工作，就我在家睡大觉，这太气人了。那老板表扬的时候问我们小涛去哪了，那他确实在家睡觉了。那我们也不能撒谎啊。我不管，反正我不能受这个委屈，我得跟老板说清楚。老板，那公司项目都是我一个人加班通宵做的。我原本以为你只是好吃懒做，没想到你还撒谎。你看你，你怎么在外面办公？我记得我在开会，开着我睡着了，醒了就在外面了。那我就没见过那么懒的领导累呀，让他干活他喊累，叫他开会他呼呼睡，给我们气的连桌子带人全给他抬出去了。不愿意睡吗？上外面睡去吧。同事们都在开会，你怎么睡觉呢？那我这人从小到大就有这个习惯，干活就累，开会就睡。你再说这么多人开会，你多我一个少我一个，能咋的？他们让你干什么活了？他们让我打印几份会议资料，还说节约用纸打双面的。他说他手疼懒得翻，脚疼懒得站着等。可这是公司新换的惠普悦系列 M232DW 双面激光一体机啊，高速自动双面打印，双面每分钟18页，根本不用手翻页，打起来也很快，质量还好，简单易操作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。这么简单，他就别找我了呗，你自己来呗。大家正在会上积极讨论呢，热火朝天的，就他搁那呼呼睡觉，那我们看他还能有积极性了吗？再说积极参加讨论有利于部门团结，那说好的公司是我家，团结靠大家呢。我把公司当家了呀，那我在家就这么干呀。你在家啥也不干吗？干呀，比如告诉爸妈我今天晚上想吃啥，然后进门就吃饭。你在公司一直这样吗？平时公司给他安排活，他就总有借口让同事们帮忙，那帮着那活就成同事的了。你再说都是年轻人，都有胳膊有腿的，他就不能有点活力吗？那我们还能帮他一辈子呀？我不行，今天我必须把这个毛病给他扳过来。这些文件给我打印出来，下班之前我要。太麻烦了，之前没用过，也懒得去学。不麻烦，说了特别方便，你还麻烦我干啥？不整着吧？不整，你等着吧。小鱼，我外卖总被偷，你得跟老板反映反映。丢啥了？我中午点了个糖醋荷包蛋，拿过来一看，就剩下糖醋了。没丢啊，同事怕你懒得吃，已经帮你吃了。你看你，公司最近进贼了，天天丢外卖。我昨天点了个韭菜盒子，晚拿了几分钟，下去一看就剩个盒子了。那同事外卖丢了，非说是我偷吃的，我都说了我没吃，结果他们派人监视我，上厕所都跟着，那太让我寒心了。关键是一到中午饭时间他就提前下去。那昨天我上来的时候，我看他嘴边还挂2个韭菜叶子呢。你撒谎的时候，他把嘴擦干净啊，还不承认呢？那也不至于跟到厕所吧？他不嫌臭吗？那臭就对了。那偷完外卖就为了不让我们发现吗？他蹲在厕所里吃，用臭味打掩护吗？那伤敌1000自损8万。就我们点的外卖从来都没吃到自己嘴里过，这给我们整的现在都不敢点了。他有证据吗？就这么污蔑我？他不承认没关系啊，你等中午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干啥呢？厂哥，我帮你拿外卖。你说你偷就偷吧，还专挑咱们公司的偷，咋的？我还招你了？那咱们不是熟吗？其他的我不认识，我也不好意思。拿那么多外卖，你吃得完吗？吃不完呀，你拿都拿了，剩下的不拿，不是对其他同事不公平吗？吃不完的我都处理了。怎么处理的？拿去喂狗了。那咋的？我们还不如狗呢。他以前就蹭外卖，现在不蹭，直接改成偷了。这楼底下吃外卖是我不对，我得从源头上解决问题。哎，你给我吧，你别送了，你别往里走了，里边有监控。啊，那行，回去。听说你把老板开除了。公司不养闲人呢。老板看我们不干活要裁员，就警告我们说公司不需要没用的人。今天一早他给公司锁换了，给老板锁外面了，把老板开除了。那老板说了，公司不养闲人呢。那在座的各位，就老板没有活干，每天除了找人谈话就是溜达。最闲的肯定是他呀。你他妈给我进来！什么玩意儿叫？我操！这老板一被开除，那大家不加班了，也不内卷了，办公室氛围都和谐起来了。那北岳大爷现在门都不开了，天天跑上来给我们下棋对弈。老板不愧是老板，一下就解决了核心问题。公司
司没有了老板，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？我认为公司失去老板，就好像鱼失去了他的自行车。什么意思？毫无影响。失去老板，我们都一致认为是公司之幸。下一步我们还准备调整工作作息，按照996制度上班。你们还挺努力的。早9点到晚9点，在家休息，一周休6天，剩1天上班。这么个996啊？你不得留1天团建吗？这同事们太久不见，别给忘了叫法。小鱼，你办公区这个词儿不好，你改一下，改成自治区。不光这样，我们现在工资水平都上来了。以前赚钱都得老板拿大头，现在我们直接平分，这种没有中介商赚差价的感觉还是挺爽。等会儿，客户电话。哎，喂，你别打扰我们了，我们后6天休息，你等下周吧。这样客户你不能惯着。毕竟是老板的公司，这样不好吧？公司，他既然姓龚，肯定是打工人的，怎么能是他老板的呢？涛哥，老板在门口站1天了，我们都不敢下班。大爷，门口有闹事的。你们先来。老板过生日，同事们都商量好了不送礼，就送个祝福，一切从简。结果到饭店我一看，他们大包小包一堆礼物，全是名牌，就我带了句生日快乐，老板气得把我撵出来了。那我们是说从简，那也没想到他空手去了。那老板都摆宴席了，他就带了张嘴，他哪好意思啊？那他们好意思，都说好了不送，结果我一进门，他们抱着礼物对青山了，就我这提着双筷子，老板以后怎么看我？所以你什么都没准备是吗？我给老板准备了一句祝福词儿，老板听了让我滚。那他也太实诚了。那老板站门口拿小本搁那记礼物呢，一听他空着手来的，脸都拉了下来了，反手就在本上记了个饭桶。那你们都送的什么礼物？我看老板最近胡子拉碴的，他这么信任你们，这样是不是不太好？那我们也帮他了呀。刚开始老板都要给他桌撤了，要给他撵厕所去，那我们给他求情，好歹是给他留下来吃饭了。他们还不如不求情呢。老板让我跟他家泰迪一起吃，跟狗一桌。那至少吃上菜了不是吗？那狗前动的筷子，老板威胁我说吃在狗前面就把我撵出去，我等狗吃完我再吃的。吃完了以后，同事们还嘲讽我，叫我狗剩，也太侮辱人了。老板家那狗地位确实挺高的，那我们感觉小涛跟那狗一桌，他挺抬举他的。再说他空手吃白食，哪有那么多要求啊？你就告诉他，你让他赶紧问问老板喜欢什么礼物，补给他就完事儿了呗。你这省得以后在公司再有活动，老板再安排他吃狗剩下的，那多不好啊！对不起，老板，你最想要什么礼物，我一定给你实现。什么都可以吗？可以。我想要你的离职申请书。别呀，老板。听说你们过年不放假了？那老板昨晚开会说，对手公司业绩快超我们了，问我们有什么办法。那小涛站起来了，说过年不放假就行了。我这人就是实诚啊，别人都休息的时候，不就是我们反超的时候吗？老板听完可高兴了，当着全公司面夸我聪明。老板怎么夸的？说我人不可貌相。那同事们现在一看他恨得牙都痒痒。不放假我们怎么过年呢？你在公司过呗，过年不就图个热闹吗？你看公司里这么多人在一块多热闹啊！谁愿意跟他过年呢？你看他瘦的跟个白虎肠似的，跟他一起过年多晦气呀！我们现在就想赶紧放假回家。老板都说了要把公司当家呀，那我们留在公司也相当于在家过年了呀。而且春节每年都能过，你工作耽误了可就补不回来了。春节是团圆的节日，你就没替同事们考虑吗？你考虑了呀，团圆多简单呀，你把家里人接公司来不就行了吗？你想啊，你家人给你包着饺子，同事们围在一起边看春晚边工作，你多温馨的场面。温馨个鸡毛啊！我们现在上班活也不干。小涛主动提出过年加班，光是这份觉悟就已经非常至高了。我作为老板很看好他。你是怎么想到过年不放假的呢？是热爱工作吗？没买到回家火车票。他们下班喊我喝酒，我都说了我酒量不行，我不去。结果到了以后，他们围着圈敬我，把我灌倒了。等我醒来一看，就剩个服务员就等我结账了。那下班同事们一起约饭，他不去不是不给面子吗？那怎么就他喝多了，你们没事呢？我们也喝不过他呀。去之前我还特意问他，我说你酒量怎么样？他给我竖了个食指，我还寻思啥意思，咋的一直喝呀？然后我就多点了几瓶。我意思是我就能喝1瓶，结果他上桌就点了30多瓶。在场10多个同事转着圈敬我，敬了一圈，他们一人喝1杯，我一个人喝了10好几杯。喝完以后，我寻思我缓缓，结果酒杯刚放下，李闯跟同事们说反着再敬一圈，他们没喝过酒吗？太欺负人了。他平时就觉得我们老不待见他，那我这回不寻思同事们一起出去吃饭，大家都挨个敬个酒，给他找面子吗？那我还怕敬一圈不够，特意叮嘱他们多来2圈，这都多给他面子了，咋的？他还不乐意了？同事们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你也不必在意。那他们走的时候倒是把账结了呀，那服务员在那儿等着我醒让我结账呢，把我大下个月工资都垫进去了。这一顿饭有这么贵吗？那不知道谁走的时候点了香茅台拿家去了。再说他们走的时候叫我一声呀，我在这饭店地上睡了一宿，他们倒好，第2天一点事没有，拍拍屁股上班去了。喝完酒还开挂了，不行，这事我得跟老板反映反映。老板，哎，你来的正好，一会儿陪我去接待几个客户。那老板不喝酒行吗？哎，行啊，有我在还用你喝吗？走。老板还是你对我好呀。那我们也不是故意的，结账啪啪的。等会儿，
窗根儿，老板让我陪他跟客户喝酒，我这次长了个心眼儿，一口没喝。结果服务员一说结账，老板跟客户都趴桌子上睡着了。现在服务员又来找我结账了，你快来救我呗！你是真倒霉呀！同事说工资低，想涨工资，非让我去跟老板说，我都说了不去。结果去了，我一开口，老板把我开了。他在公司工资最低呀，那我不寻思这事儿他最有发言权嘛，就让他去了。咱也没寻思老板事儿做那么绝呀。我本来在公司地位就低，老板也看我不顺眼，那同事还非得让我去，那不是故意陷害我吗？想涨工资，为什么你们不去提呢？那我们跟老板关系不错呀，那我们去提那不伤感情吗？我就寻思他跟老板关系依旧都那样了，就寻思让他破罐破摔得了呗。那虽然工资没涨成，我们也挺感激他的，这挺有奉献精神。这时候知道捧我了，那好事都不知道叫我，有黑锅第一个让我背，有他们这么做同事的吗？只是提个要求，老板就这么讨厌他吗？这老板平时都不正眼看他。那上次老板开会嘛，说公司要像西游的团队一样，要有勇敢的猴、精明的猪、能干的沙僧。那他呢？说我是拦路的怪，还特地把我点出来，就是把我放到编制之外了，你太侮辱人了。那平时就没少帮倒忙啊，毛手毛脚净添乱。那我觉得人老板评价挺客观的。但我听说老板要把他辞退了，你们怎么看？啊，老板把怪清了。他毕竟也是因为你们才被辞退的，他一个人是不是太可怜了？也是，本来我工资就1200，现在工作都没了，让我怎么生活？我们跟老板求情啊，说让你留下，别生气啊，走，跟闯儿回去。老板，你回心转意了？你留下行，工资得降1500。你有意见？不够。你们怎么在室外办公？这不年底了吗？老板嫌我们工作效率低，问我们有什么解决办法。小涛站起来了，就建议我们上室外办公。这老板一听，不就把我们赶出来了吗？我认为效率低，就是因为公司太温暖、太舒适了。我建议来室外办公，完成工作才能回去。那大家为了早点回屋，效率自然就提上去了。你是不是觉得你挺有想法？那狼性文化嘛，就得让大家有这个冲劲儿。这季节就是养猪，也该进大棚了吧？这外面零下20多度，同事们手都冻僵了，还咋工作呀？同事们都挺冷的。那强者从不抱怨大环境，都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享受的。能感觉到冷，说明工作还不够投入，不够专心。真正燃烧自己的人根本不会冷。那你燃烧了吗？我挺寒，烧不起来。还燃烧呢？同事们这冷的都快发烧了，一天下来上医院好几个了，不是把我们当人了吗？你这样做确实挺不好的。我认为很合理啊！你看，越到年底工作越多，天也越冷。那天越冷，同事们不想冻着，就干得越快，效率自然就提高了。你看他们一边搓手一边争先恐后的敲键盘，效率多高！你干啥去？我想回去上厕所。就憋着，不利于提高斗志的事儿不推荐干。他确实挺过分的，看来只有快点干才能回去了。我们都好几天没休息了，一直搁这熬夜加班，压力很大的。我头发都出油了，还有头皮屑，下班还得见客户呢。我说我坐你旁边，你这头发咋跟下雪了似的？这是为了提高效率，你怎么一点也不理解我呢？喂，你怎么慢下来了？这可能是穿的太厚太暖和了，没干劲儿。我给他们泼点凉水清静清静。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？小涛的方式未免有些极端，老是在外面对同事身体也不好，要不还是让他们回屋工作吧。回来行，但是效率还得提高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把空调开制冷，模拟室外环境。